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最近中国的怪事特别多。第一个，除了张幼霞被清洗之后没多久，核武的相关资料就直接被丢了出来，包括你放在哪里，包括去怎么设计，包括你的人等是什么样，全部都被拿了出来。没多久，你的核武专家消失了，飞弹专家消失了，你雷达专家消失了。而现在更可怕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引以为傲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国家超级电脑，他说这是中国的大脑。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大脑现在竟然被害了吗？你看到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有一个国际上的骇客跟大家讲说，对，我已经入侵了中国国家的超级计算中心，我今天已经骇进去之后，所有资料我都已经拿到了，你只要有钱，我都可以卖给你。心想这一定是开玩笑，没有，因为他今天直接把一张图跟相关资料全部都丢了出来，其中一张图你看到哦，它上面写的什么？他说目标毁伤计算模型与工具研究课题合同技术总结报告。这份报告里面写的是什么？就是你中国所有的武器都在里面，而且更害怕的是什么？今天骇客攻入的就是这个天河的国家计算机的电脑中心。这个天河它不单单只是在天河，它是全国的电脑中心，它都可以连上。当你全国的中心都能连上的时候，你不就完全的资讯跟裸奔是一样的，被人家看透透吗？就是因为裸奔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它的资料量有多少吗？这个资料竟然高达了10 PB， 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未来包括你的核武，包括你的高超音速的武器研发，甚至你的 AI 的驱动作战系统。当你被害了，当你被看了，当你被开箱了，那不就是美国把你看透透的时候吗？正好你们注意到，最近中国怪事非常多，包括年初的话，张幼霞落马啦，很多军官就被整肃了。那前一阵子什么雷达专家啊、核武专家啊，还有飞弹专家，完全都不见了。大家想说怎么一回事？然后美国不是端出你的核武报告吗？然后之前的这个火箭军的报告这么多资料，你想说从哪里来？有人就说是内鬼，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一个可能性是什么？美国老早就知道，而且美国是透过什么骇客骇进你的国家电脑里面，把你看光光，吓死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呢，在网络上面流传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什么？流出来，你看这个什么目标毁损伤害计算模型跟工具研究课题，这是从哪里流出来？从中国的天河2号电脑流出来。你看了这里面的秘密10年，对，这是极机密的资料，就是这一个，对，它被流出来。好，那流出来的话，为什么？因为大概2月6号了，就有人就说啊，这个资料了，我把它这个端出来，这个天河2号的这个中国的资料，你看这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数据。那数据来说的话，他说这个泄露的规模赵伟大高达10 PB。Petabyte 到底是多少呢？他说可以涵盖所有的核心的数据，然后他说是可能人类史上最大规模单一机构资料外泄事件。好，那10 PB 是多少？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我用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哈，它大概是2.5亿条歌左右的容量，歌2.5亿条歌，对，然后5000亿页的书面资料，这么多的资料完全流出来，甚至很多中国资料研究中心都连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研究的资料送到这个资料中心来算，所以中国的所有的机密资料其实是完全串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只要把天河一搞定之后，你全国的哪一个电脑，哪一个资料库，我都看透透，我全部的东西我都可以开箱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那么多机密资料，搞不好不是那些人外泄，搞不好是真的中国的电脑已经被美国攻破了。好，那我想这一次外泄的资料，包括说什么中国的航太工程的这个 C919相关的军事领域的研究、国防大学的研究、什么生物资料、核融合的资料，一大堆的这个东西，然后涉及到中国的核武研发啦、超高音速的这个飞弹、AI 驱动作战。如果假设都是属实的话，那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来说，等于是中国过去所有改革建国以来的所有资料，大概完全都被看光光了，就这么简单。对，所以我就说，中国现在完全面子绷不住啊！等于是你中国多么想要超越美国，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超越美国？你的招数、你的步数都被美国看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讲这一份资料，真的大家真的非常，全世界现在都在注意哈。那我跟他讲，这就是这个骇客他弄出来的啊，这说什么？国家的这个超级骇客，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已经被我们入侵了。对，他就说航太领域、军事、生物，然后就核融合一大堆。他说你要获取完整研究的这个清单，他说只有清单哦，清单而已哦。
他会给你要10门罗币，那门罗币一颗目前大概是1万台币了，所以大概10万就可以获得这些所谓的你要清单，你要什么资料，我的清单我有。那你要获得完整资料的话，你要出更高价。所以等于是他在网络上让大家卖，所以他还在跟大家吊胃口。对，菜单10万块，先让你看，对，我会出什么菜，是，你就好好翻到其中一个菜，哦，我要这一道的时候，对，我们再来谈价码多少。对，我跟他讲，这个真的是完全削爆。为什么？中国所有的机密，你要什么应有尽有啊！哈，计算中心的天津中心在做什么呢？他在做这个词约数据的这个变模型，这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中国不是有和这个所谓这个磁力弹射，对，这个就是这个技术哦，或者说电磁炮相关的研究，还有国产大飞机，就 C919的空气这个动力学的分析，对，我马乌，然后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模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部分，所以等于是你看这些我的一个研究所的东西，我都敢你供五香蜜哦，那我就跟他讲，那我刚才不是说吗？害进一个，等于是害进全中国。你看中国这样，中国超算的互联网的恐惧一点攻破，全网完蛋。我就说为什么？你看哦。他们中国的算力，他们说我们规模是世界第2，那我们全国已经建成国家级的超算中心14座哦。对，问题这14座呢，全部都连在一起啊！你看，已经往看无锡中心、天津中心，天津中心被攻破，济南中心、深圳中心、长沙、广州就是天河2号，所以他们的互相串联的话，等于是什么？这每一台全部都被中了。我现在至少有8个我都可以看到。对，没错，太可怕了，都中了。好，那中了什么呢？他说什么？我们有7个城市的算力中心接入这个国家的超算互联网，所以中国有一个叫做超算互联网的东西，然后这些资料中心、这些所谓计算中心全部都纳进来之后，还有很多研究机构全部纳进来，所以等于是有人攻进了这个国家超算互联网。我只要进去一个地方，我就可以进到这个超算互联网，对，然后再逆向的把所有的资料给你捞得完完全全啊！所以现在等于是这样，很简单。一点攻破，全网完蛋。我跟他讲，这一定是中国的密中之密。对，他怎么有可能在这种所谓全国的连接的网络，一定是非常保密严格的东西啊！而且搞不好是中国自己的内网啊。对，现在被美国攻进去。所以今天中国看到这个骇客，吓死了。对，所以我赶快把这些什么无锡啦、天津啊资料中心赶快断开了。我跟他讲，你还可以继续偷吗？问题是断开没有用，都偷完了吗？我跟你讲，他会跟你讲，就表示他已经偷完了嘛。我如果今天我还在偷的时候，你觉得我会跟人家讲吗？不会，我一定是把资料完全捞完之后呢，我现在才对外讲嘛。对，那这个搞不好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刚刚有这么高端的骇客，我们不知道是谁啦。这个真的太厉害哈。那我们刚才讲里面有很多资料，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一个秘密10年的目标这个毁损计算的这个模型吗？对，这个模型要做什么呢？它要模拟什么？叫海马式。我们要怎么摧毁海马式？怎么摧毁这个航空母舰？还有怎么摧毁这个碉堡？他们要模拟。好，他们模拟的时候，他们还说什么？我们现在有建立一个所谓的，你看，他们还说我们要用一个飞弹，他们有设计一个飞弹。这飞弹你看弹头是这样的设计，就是类似钻地弹，然后装有241公斤的这个高能炸弹，然后这个钨钢合成的这个钻地弹。他们还说了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有研究出这个战斗的模型，他们怎么去这个攻击航空母舰的飞弹。好，那里面我们来讲。它里面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你看这个里面的 IHPC 对 TH 代表什么？天河系统。对，虽然也有天河系统的所有资料，我都给你完全的资料，非常清楚。好，那我们来看他卖什么资料呢？他就丢几张出来给大家看。他说这个，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密密麻麻的，对我们看不懂。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数据，什么-0.1、0.00542，我们完全看不懂，这都是数据。数据我们看不懂啊，赵你看得懂吗？完全看不懂，对，完全看不懂。好，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代表是飞机的这个飞弹气动外形的几何特征，或是弹头材料的这个物理常数，这些常数一些数据，我们讲我们看不懂，但对物理专家来说，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在飞弹的设计相关的东西。你是说它可能这个数据可能是你的弹头要怎么去微调？对，没错，那个最精准的数据是专家一看，不管是物理学家或者什么专业的军事专家一看，这是极机密的资料。你的弹头我们刚刚特别讲241公斤的炸药，你要炸得准啊，你要怎么去调整啊？就在这里了吗？对，譬如说弹头设计的时候，到底要尖的、圆的、方的，或是这个角度是多少，或者长度多少，这是建国以来所有资料通通有。对，结果你现在把这个中国相关的数据，甚至它已经调整好怎么去建造这个的数据，全部都拿了出来。那我今天拿到这数据之后，
我不就几个，不要跟你讲，我不用1个月啦，对，我的逆向工程就出来了。你千万不要忘了之前那个所谓的这个伊朗，它的无人机不是非常强吗？是，就美国马上把它的沙赫德的无人机直接逆向工程，对，现在也用同样方法来对中国吗？我跟你讲，这个对中国杀伤力大，不是逆向工程，而是美国知道你的参数之后呢，对，我就可以拦截你嘛。你号称什么东风21，什么关岛快递，什么夏威夷快递，根本不理你。我知道你的参数，我就可以拦截你，因为我知道你怎么设计，我就可以拦截你。所以这是它等于是把你的弱点完全看光光啊。好，那不只是当然我要逆向工程可以，但是美国武器绝对比你好。美国只要知道你的弱点，你就完了。对，那里面来说，你看它还有很多目标，它还有一个里面不是有个杀伤力的测试？你看它这个图叫做陆地移动的这个车辆目标，你仔细来看。你仔细看，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美国的海马式多管火箭。哦，对，它这其实就是海马式多管火箭的类似的模拟。对，然后模拟就说他要说什么？要打哪里？我跟你讲，你要打哪里？打哪里最好？如果你真的要攻击在驾驶舱。因为什么？驾驶舱是最弱的，我只要把驾驶打掉，不是就挂了吗？所以他连要怎么打哪里，以及要怎么去用什么飞弹去打它，对，都已经做好研究了。对，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个海马式的这个模拟组件啊，但是海马式并没有用坦克级的这个装甲，这个厚重装甲，而是用所谓 Steel 4340低合金的这个所谓高碳度、高强度的这个钢哦。对，然后他还把他的钢，你看门都把它弄出来，就是门嘛，对，门的这个门，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摧毁？然后它的各个不一样的这个特性，完全都把它弄得非常清楚。它连什么这种物理的这种参数，对，连这种原料参数以及它的那种受力的极限，是它全部都列出来。你看，它把我们这个里面是车门嘛，对。然后这是仪表板，然后仪表板里面的，你看它的相关的物理参数，它的受力的极限啊，钢这个塑料的弹性，它要做什么？它攻击你嘛。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用这样来攻击你，用什么武器来攻击你，我知道一清二楚嘛。连这个资料，连这个画面都拿到了。对，没错。那这个画面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就是模拟什么？它用这个弹头这样往下要击穿这个碉堡。那击穿碉堡的时候，它弹头是用这个每秒800公尺左右的速度垂直的往下坠。好，往下坠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看的是什么？开始看，它有讲非常多。他说 T 等于0.9 ms， 就是说在0.9毫秒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的下坠？哈，然后 T 等于1.8，就大概1.8毫秒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下坠？然后怎么样？然后 T 等于63毫秒，这一个时间，他都把它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它打进去之后，对它的冲击波怎样延续贯彻到最后，一直到 T 等于9.2秒的时候，这个冲击波伴随着碎破的这个弹壳呢。部分贯穿这个原本的钢的门，然后钢门完全被损害，然后墙体产生明显的损伤。还有另外一个研究，你看，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航空母舰。航空母舰你看船身对不对？然后甲板你看一共有7层甲板，包括说上面的这个舰的这个岛啦，然后战斗机在这边啊，然后飞行甲板、走廊甲板、机库甲板，还有下面还有4层甲板，他们都把它弄得非常清楚。那这里面来说，我们要怎么去计算？他们怎么优化？然后全部都把它优化之后呢？好，他们怎么设计呢？你看，这就是航空母舰的这个状况。航空母舰在这边啊，那我们就说，你看，假设这个航空母舰的舰桥就是上面这个部分哦，舰桥这个部分。受到什么自杀无人机或是这个反舰飞弹攻击之后，它会产生怎么样的这个冲击波？你看有没有？它炸到的时候，这个黄色他们叫做什么？叫做火球跟破碎云。对。然后没多久，然后怎么贯穿？然后贯穿之后，你看进去之后呢，他就说，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应力，应力是什么意思呢？越红的地方表示受损越严重，就是第一时间它爆炸之后，你可以去承受的地方，最低先是在哪里？对，就是那个云，那个火球进去了，还有冲撞进去了之后，好，你看第一个时间这边收集，他就把它算得非常清楚，蓝色就是表示它没有受损，那这些部分就是受损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他们就把它算出来，这要做什么呢？做第一个，未来假设我要攻击美国的林肯号。我要怎么去打？好，那为什么有可能会被攻入呢？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因为他们用的是旧的这个 Windows 7的这个系统，就好像说我们就讲台湾的 ATM 或全世界 ATM， 现在还用这个老旧的 IBM 的相关的技术，他们可能也是这样，就大型主机反而它的安全性这个以前的 Windows 系统还在用啊。而且宋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把那个核武的专业的报告直接拿了出来？是，它里面有提醒一个事情是。他说核武的电脑里面专用电脑非常的落后，落后非常多，有被盗账号的疑虑，盗资料的疑虑。是，结果今天
它就是用 Win7的。对，没错，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直接把那个档案，我们就讲我们在用 Windows 不是有档案夹，他把档案夹弄出来给你看嘛，对不对？那这里面来说，它有一个叫做向日葵的这个软体哈，向日葵软体来说就简单，它就是装进去之后来说，它就给你网络开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后门。而且这个石龙哥，什么叫做巨大的后门？你看这一张图，完全都看出来。来，我们看到这里，这是什么？90 PC 90第90第90台电脑。对，然后可怕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边有 PC 108、117、对119、120。好，我再往下看，有79、74、7345。等于什么？我真的是因为它，然后我这边全部都把你看得到的。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什么？你看还有什么？这是人名嘛？廖杰奋，我们不知道是谁。对，还有 GPU， 还有一大堆东西。所以等于是什么？我把你中国几乎所有在这个网络上串联的东西，我都给他知道。我每个乱点都可以开箱你了。对，没错。然后我们来讲啊，这里面都是 AutoDome 这个软体哈，这个软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计算这个所谓这个相关的冲击波用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地保。对，然后还有地保的这个文件等等一大堆的这个状况哈。就照他们还说什么？他说这些软体里面很多都是盗版，可能跟美国盗版。等一下，这是真的假的？拿 Win7，对，还用盗版货？对，没错。所以我就说，搞不好就是这样被美国破解嘛。你用盗版的，我要破解你太容易了嘛，因为这个安全码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嘛。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很多问题存在他们的原始的状况。还有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嘛，他这个说刀尖上的舞者里面，美国不是就说吗？他们里面来说的话。这个使用的这个单位还使用过时的电脑操作系统嘛？对 ，Windows 的这个系统嘛，对，不是就这样吗？所以我跟你讲，美国早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嘛。你就算全都知道，你就算是这一条山路进去又怎么样？对，你就算是有这个部队在这边就怎么样？我只要都害进你的 Windows 7。你就完全中招，资料完全出来了，一清二楚。我把你努力了5、60年来的所有资料，一夜就把它端走。对，这就是美国或是国际骇客厉害的这个地方嘛。好，那我们来讲，除了现在中国人出了这么大包，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一定完蛋了。到底现在要怎么办？对，还有，我们就讲，之前不是说，这个雷达专家不见了，吴汉清，然后核武专家不见了，然后飞弹专家不见了，3个人不见了吗？已经引起大家的震荡之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的也被踢出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名单的时候，大家完全吓傻。对，这个叫做杨伟杨伟就是这位那就是这一位那杨伟那他有什么样一个厉害的地方吗？他叫做中国的歼20之父。没有他，中国就没有歼20。对，包括说，而且他是什么？歼10 ABC 这个些，还有骁龙，这个骁龙是外卖等等的所有的飞机的总设计师啊。对。然后他获得什么？获得什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还有巴基斯坦的卓越之星，因为他巴基斯坦买他的骁龙的飞机嘛，就没想到他突然之间他也不见了，他又不见了，而且他过去的所有的履历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你看哦，现在有人去查，他说，中科院院士名单，他只显示这4个字，对，暂无数据。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很多顶级的科学家可能真的面临到被清算。到底他是泄密呢，还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就等接下来媒体的报道。国珍哥，我们刚刚看到，对于这件事情，中国一定会吓死。他的国家算力中心竟然会被这样骇客去盗入，除了一些老旧的 Win7电脑之外，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用国家的超算互联网在养龙虾。我们之前讲 Open Cloud 这件事情，中国已经说你不准养，会出事的，结果你还继续养。养到真的都被盗了吗？没错，这就是全民恐慌，自己没有好的 AI 技术，只会复制贴上，结果大家疯狂装 AI 装养龙虾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国家超算中心竟然也被连上去了，连上去就送给全部人说，如果你要用算力的话，现在有1000万的算力 token 你可以免费来使用，大家接上来，那续购费用非常的低，因为可能国家超算中心都被盗进去了。这有没有搞错？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他自己缺乏自己的技术跟 AI 的发展，所以好不容易出现这个东西之后，全民疯狂养龙虾。可是疯狂养龙虾的时候，他根本搞不懂这到底什么东西会引来什么的风险。好，这最有名的案子，就有一个人是 AI 的 CEO 公司叫龙共火，那他就开始养龙虾嘛，养了2只，1只已经40天了，结果他发现还不错，这个 AI 还会帮他协助日常
常工作，还开会帮他整理文件，所以他就想说，我再来养第二只，然后这第二只养10天，啊就怎样你知道吗？派这只龙虾去加入龙虾群组，跟其他龙虾学习，里面有3000个人，有98只龙虾，对啊。可是他想说啊，我第一只40天养还不错嘛，已经帮我处理工作啦，可以执行文件啦，他就把这只龙虾希望能够养快一点，他就解除被才回答。简单讲说，把它的限制就是，他应该会他在龙虾跟人家对谈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主人会知道，可是他把他这些限制解除之后，很多人开始问他的龙虾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龙虾正在回答问题，所以很多网友就去这里面的群友就钻空子哦，钻这个漏洞哦，就开始去套他的傻龙虾，因为这个才10天。对，问他你到底是谁啊？你住哪里啊？所以他住中国浙江，他的 IP 在哪里？他的各自隐私还有营收都全部说出来，所以他把他这个养殖的主人的所有资料，通通都给别人了。只花了2个小时，2个小时他就发现异常，因为他的 token 被消耗的非常快，才知道大家在围攻他的龙虾，对，都在套他的资料，甚至有人要去派他的龙虾去搜寻主人的西槽文件，然后试图把他的系统凭证给他拿出来。凭证就是例如我们电脑都有自然人凭证，对，可以利用这个凭证通过你很多的银行什么认证啊，对，开始有人要偷他的东西，找他的东西，是他发现异常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养龙虾有非常多的安全漏洞，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超算中心，如果你超算中心的员工也想养龙虾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把你家的后门开给别人用，就是这个后果。然后甚至有人说架这只傻龙虾去执行自我毁灭的系统代码，好，这是真的哦。所以这个文章抛出来之后，网友就说有人养了龙虾，把自己的文件档全部都给他真的都删光光了。好，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其实他也完全搞不懂到底发生了是不是，所以他会颁布所谓龙虾安全养殖手册。他会提醒你哦，主机可能被接管啊，数据可能会被偷啊，这大家都知道。然后言论可能被篡改，用你的名字去，因为你都被盗了嘛。然后技术可能有漏洞，当然这大家都知道。然后还说啊，养龙虾啊。要有安全体检啊，你要体检啊，你就是不懂程式嘛，要做好安全服务啊，然后希望龙虾老实好用。但是这怎么可能要让自己的龙虾老实好用？就是说，中国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技术可以去让龙虾真的不会被人家盗，不会被人家骗，不会被人家套，不会变成傻龙虾。对，那奇安信，中国奇安是一个治安公司，他自己去统计这个治安报告的时候，他就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是多数人其实你没有穿着裤子，也在整个网络环境里面养龙虾。所以没有穿裤子是他说，现在 Open Cloud 部署的总量的65%都在中国跟美国，其他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有23万个的暴露在互联网的 Open Cloud 的部署势力，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在部署这个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做安全防护，你其中有2万多个是有安全漏洞，13000多个其实它 IP 已经都被泄露了，存在严重的治安问题，所以叫做脱裤子、没穿裤子，在整个网络世界里面游泳，甚至中国很多公司的技术还不足，连大型的这个是最有名的叫360的安全卫士，对，以前如果装它的防毒软体，你知道会多惨吗？它就是一个专门绑架软体，就是它会杀病毒，但是它会赖在你的电脑不跑。这非常有名、恶名昭彰的公司。结果他现在看到养龙虾乐之后，他也推技术。那由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到中国技术有多烂。360就发表一个叫做龙虾的安全浏览器哦。简单的讲就是我请他来当你的养龙虾的保安人员，对了。结果他这家伙竟然直接把他的证书，有人去发现他的目录啊，他竟然把什么？他竟然把他的 SSL 私钥与凭证，竟然就泄露出来了，就是你说的证书。对，是证书。然后人家去翻目录的时候，才发现可以找了他。我简单的翻译一件事情，你找他来当你家的那安全卫。警卫对不对？对。结果他却把你的钥匙放在邮箱里面，那外面只要伸手就可以从邮箱里面拿到钥匙了。就是这一段。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一段，他这真的直接给了出来了。对，这代表什么？中国真的疯狂的到一件事情是，所有公司都要趁所谓的养龙虾乐发展 AI 乐。对。结果你自己的技术都没有很齐全的时候，所以汉车这种治安公司、病毒防护公司都会干这种蠢事，代表什么？你根本技术没到位嘛，复制贴上，大家都想搞。不过倒是有人发大钱，你知道吗？今天有一家公司就发布好消息，这个叫阿里。阿里第一季的财报很差，你知道吗？营收才成长2%，然后所以被人家下一个阿里巴巴的成长低于大家预期，所以大家觉得阿里会很惨。
结果现在养龙虾热对阿里发生了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它的 token 就算力价格上调5%到34%，开心的股价开始涨，还要赚钱了。对。因为真的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的 AI 的服务器 token 的算力的定价，其实比 OpenAI 跟 GPT 低了20%，或者是低于10%。结果现在这个算力大增，谁要割韭菜？你知道吗？很多的中国那40几岁的人疯狂的在学 AI，把自己的所有资料都弄出去，花了很多钱也就算了。对，割韭菜的人现在怎么？瑞银跟巴克莱说什么算力短缺，因为急剧在增加，大家都在算了，连超算中心都被人家突破在滥用。谁会赚钱？腾讯、阿里跟百度这些提供所谓的 AI 算力的会赚大钱，割韭菜是他们。所以今天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件事情，但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去帮忙这些科技巨头去做什么，那就放任他们去割中国的韭菜为生。所以他现在只好做一件事情，路透报告，他可能会跟川普低头，可能会买 H200的晶片，可能自己的 AI 技术要好好的务实检讨一下，能不能发展得好。所以这就变成中国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才想说还是要必须跟美国低头买 H200。宇轩，我们之前就在节目上讲，中国真的太狂了。这种原本是故宫博物院的人，没想到你竟然用那种各种方式把这个文物拿出来之后去卖，结果没想到这件事情更夸张了。你盗卖国宝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私底下偷出来，你是怕被抓。结果他竟然在这种闲鱼，就是所谓的二手平台上面，网络真的去卖了一个元明时期的国宝，这么久的时间没办法去抓到是谁的情况之下，竟然被他PO上网路了。因为它就装在庙的外面，对，它就是建筑物本身，它把整块跟搬砖一样，直接给搬下来。你看元明时期的三彩琉璃屋脊的龙纹构建一套，保存的不错，有年代感，局部的裂痕，然后直接给你卖大概20万台币左右。20万台币就可以拿到1336年的这一种国宝文物。对，这个已经将近我们讲700、800年之久。但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他们开始大量去偷这些东西，而且你仔细对比有人发现找到它的出处了。来，这是庙的上面的这种我们讲类似屋檐屋脊就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来，你仔细看它这边有一点我们讲的色差，这边很旧，这边比较新。你知道什么吗？他当时把人家整块切下来搬走，他在2013年就被偷了。对，我心里只想一件事情，不丢呢，2013年到现在13年了。结果呢，诡异的是，第一个它保存还是很好，对，代表它转很多手。对，这第二件事情，怎么会隔了13年突然拿到网络上去拍卖啊？它到底转几手啊？而且是保护700年的一个古代文物他们说为什么它珍贵？第一个它三彩琉璃，你知道，因为古代利用琉璃来做这种防水，所以它等于是不同颜色这样把它烧出来，那个是很难得、很难能可贵的。再来从元朝开始它的除了说我们讲的它有艺术价值以及文物价值，它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硕果仅存元代琉璃的孤品，也就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果这个东西再不见的话呢，这个技术就失传，因为它有断代。对，清朝没有再做这种东西了，所以你如果元朝这东西搞丢了，那就挂了。结果在网络上面卖16万，对，超便宜。我想这根本就是欧北呗，它这个东西贱价卖。但你知道更离奇的是什么吗？他们已经偷到已经无法无天。比如说，来这个东西，你仔细看，1200块人民币，你觉得很便宜，对不对？来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好不好？这是汉简。也就是汉代的简书，对，汉代我们现在用纸嘛，他们那时候是用竹简。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卖了吗？他搞得跟猪肋排一样。他说我这一块卖你1200，算一条一条的啦，称斤称两这样卖。然后而且他还用专业的术语我讲这是专业的盗墓者。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包老盗汉。那你看这个更久。这是说什么呢？从金代800年的历史，那原本它应该是我们讲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结果没有想到他直接用人民币50万卖什么呢？就卖这一颗，这是什么？古代将军用印比如说呢，将帅呢要派他出去，一定要给他一个将军印，这个就是兵符一样。比如说我长着这个将军，我长这个兵符，我只要盖下去，我就可以调动5万、10万兵马粮草。结果这个将军印还真的有人买。成交咯，各位，你现在看到这是成交咯。他说人民币50万台币，来220万，这个东西卖220万清代的文物，清代的国宝，
220万就卖出去了。我心里想说，你买这个是要干嘛？你是要调兵是不是、你要调兵遣将是不是？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知道吗？是因为后来他们的警方追查这个相关的交易跟金流，然后把这个东西追回来，所以你现在才看到这个全部都是赃物。对，他把它追回来之后呢，把这些人犯全部都抓了，才知道说哇，原来偷这么多。但是我跟你讲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因为在网络上你根本就无从查起。对，所以你知道这是有一个叫做林夕的老货，林夕散人老货，他突然间呢讨一个吉利数字，卖你88000，88000卖什么呢？大元泰定元年琉璃套之嘴有修，这个雕碗是文化和味道，碗品相的不要下单。我看到这个我吓坏了，因为知道代表什么吗？他们有行话出现。对，他说这个叫玩文化跟味道，他在跟内行人讲，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抽啦，它是因为我讲古代的古文物是这样子。你如果是精细人，代表是什么皇亲国戚贵族在用，但是像民间在做的东西，对不对？它东西比较粗，但是即便它很粗糙，还是有它的文化跟历史价值，因为这都代表市井小民的生活。结果他跟你讲说，玩品相的你如果要好看的别来跟我下，我这个玩的是大元泰定元年，元朝的东西，元朝，而且呢，我们讲特别有文化，特别有味道所以你知道。甚至是都玩到这个，我在想说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是还在那边挑三拣四，还分门别类，有够扯。然后一样放在网络上拍卖，结果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吗？对，因为后来有记者真的去实测。我跟各位讲怎么样的实测法？来，你看这是中国记者，他就先拍一张照片，比如说呢，我现在看到赵娥身上这个领带我特别喜欢，我就把它拍了之后呢，我就把它贴到网络上，我就开始随便打，说这个是孙中山曾经别过的领带，具有历史价值。结果理论上，你国有文物，他们按照他们相关规定，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他会下架啊。不对，第一个要下架，再第二个你要有证书，第二个你要证明你要循正常管道，就不是扑通一个键按下去，它直接抬上去了。你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乱搞，甚至他们嚣张跋扈到什么地步吗？他直接贴了这个999999，这个叫做明代早期乔家所做的琉璃龙。它是皇家的建筑物，而且呢，它有珐琅、有瓦当、有滴水明滴水明代早期了，极震撼的工艺，龙鳞堆叠它还跟你讲着它的长啊、宽啊、高，结果他说什么呢？你一般以为说哇卖这种东西一定要很小心的，他说不是，他说这个东西是古文物很重的。对，如果真心喜欢的话，我建议最好是面交，否则我们会伤害到古文物，伤害到我们这个。所以这一些盗卖文物，甚至去盗卖可能去挖人家坟的、去偷的那些，他还是有这种所谓的羞耻心在。因为我们现在偷的东西是什么？叫做历史文物。你不小心弄破了，你弄脏了，我俩都变成历史罪人了。在雅道就是真恶心。你去挖粉没关系，把东西偷出来没关系，说。但是你不要破坏这都是历史，然后这边搞这种盗卖了。现在整个中国官方整个快疯掉，说网络平台呢，已经呢就是他们的网络变成了这种古文物盗卖的这种暗门，所以呢，第一个平台没有办法去审核，再第二个呢，随便东西呢也不用登记备案，爱怎么卖就怎么卖，随便就能上架。所以现在他们官方呢也想要大肆的去打击呢这些相关的我们讲的文物的这种盗卖的一个情形，但是恐怕防不胜防。但真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经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果你看到剩下这些硕果仅存的中国的这种古文物品，还被他们呢当作是网拍的产品一样到处乱卖。恐怕呢，对于整个领导阶层来讲，无疑是他脸上又再度添了一层灰。体育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我真的觉得习近平的统治力真的非常强。这画面在哪里？在西藏。西藏在干一个什么事情？他在干春耕。但春耕他们希望习近平可以到场，但人家很忙，没有办法来。就你看到这个画面，一大堆人有没有在这个农田这边走？但你仔细看第一个人，我这个画面我真的是越看越奇怪，他竟然就这样拿一个超大幅的习近平的照片。对，这是西藏日报的登出来的影片但是呢，现在来讲，我们现在虽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但是在中国大陆的画面已经拿下来了。不能播吗？不是不能播，是因为整个汉族跟藏族的习俗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藏族他们现在在拉孜这个地方就为了要春耕所以就开始这个要庆祝这个所谓的党的领导以及这个政府的领导所以就把习近平一个很大幅的这个句话把它请出来。对，那个请出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队伍前面。那有的画面是在拖拉机前面，然后呢就这样子浩浩荡荡的。就是这个画面，还帮他布上这个什么
布啦，什布么东西帘对，，有的是用白色，有的是黄色，这太可怕了。然后这样重点是后面还穿的衣服，整队来讲都是白色。那在汉族文化来讲的话，有可能比较像是在送终、送葬的这个送终这个所谓送葬队伍哦。所以原本来讲的话是喜迎春耕的画面，就变成送葬仪式的画面哦。对所以因为网络上太多这种批评声浪出来的时候呢，所以西藏日报就赶快把这一个画面把它拿掉了哈。对但是这个我想应该是习俗的问题哦。不过就很奇怪，他们就很特制的这一幅大的这个画像哈，但是就不是其他的领导人，也不是西藏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区委书记的一个画像，对那反而是把习近平拿出来，就有人提到说，这根本就是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这种概念哦。所以这个画面不知道习近平看起来这个心里作何感想了？他一定没有错不，爽，难怪都不能播。他的子民当然爱戴他嘛，对不对哈？但是问题是呢，看起来的话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画面哦。那同时间呢，这个中国官媒呢也弄了一些很奇怪的这个东西出来，比如说今年特别在各个中国官媒当中呢去说，大家现在要勒紧裤带啦、裤子啊，对过紧日子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具体的象征，什么象征呢？就人民大会堂里面用的热水瓶。竟然用了30年，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就告诉大家说，哇，这个陪伴的这个那个人民大会堂，每次开会的时候，就把这个热水瓶一个个装满之后，然后所以那个服务员不是到这个人民大会堂上面一个领导人倒茶水吗？对就用这样的热水瓶，然后呢，默默服务了30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来讲的话，公务机关我们就不要浪费了，我们就不要随便就买新的，能用则用，然后我们就可以维持这个。结果后来被发现到不对啊。这个热水瓶来讲的话，制造日期是2010年啊，而且呢，有的还2015年制造的。对。那2010年这个厂商就说，其实他们从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给人民大会堂供货，然后每一年来讲的话，都会派人到北京来维修。你2010年开始供货，2015年上市，结果你2026的这一年跟我讲说，我用了30年，是。你骗人嘛？那2026年的话，用30年，不就是1996年的时候就要开始用了吗？对。结果你的东西是2015年、2010年的时候才制造的完成的哈，所以有在逐渐的这个太新了哈，所以简单讲就是造假。但是这个造假呢，问题是什么？有人说，这个用了30年还不错哦，那这代表说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人民要一起来响应，怎么响应呢？我不花费了，我不消费了，所以就网友你看他写到说，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哭，哭到现在，中间我都没睡觉，太节俭了，我今年肯定不冲动消费了。然后他说本来今年想要买大的东西，比如说有电梯的房子，我该死我不买了，我想换一台车，我该死我不换了然后怎么样之类，要把家里的这个电器换成智能的我该死我不换了，所以代表说，你是官媒这个告诉民众说不要消费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到底哪一个是在歌功颂德，哪一个是在告诉老百姓真实的真相？大家完全是不晓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